全美国超一半的房价大跌，纽约的房价却继续上涨。2025年纽约房价走势全解析。近日，一项由房地产平台进行的全美国房地产报告显示，过去的一年，全美国超过一半的房子出现贬值，这是来自2012年以来最高的比例。2012年是美国经济房市泡沫破裂后的尾声。根据这项报告，截止今年的10月份，美国过去一年的房子有 53% 都出现了贬值，其中美国南部和西部的房子出现贬值的最多，因为这些地区上市的房源增多，买家更加犹豫不决。许多买家因为害怕出现大萧条以及 6% 以上的高利率而观望，卖家则不愿意砍价太多。报告指出，房屋贬值占比最大的都市包括丹佛，有 91% 的房屋价格下跌，奥斯汀为 89%， 加州沙加甸度则是 88%。此报告与近日推出的一项报告相符，该报告枚举美国20大都会城市中有9大城市的房价有所下降，在加州房子贬值占比加大的城市。报告指出，2022年7月份以来，大多数的房子开始从高价值跌落，平均跌幅为 9.1%。在过去3年，该数值无明显变化。2022年春季，该数字为 3.5%， 虽然跌幅较大，但是比疫情前的幅度小，更远小于2012年初金融危机的尾声时的 27%。虽然如今房子贬值比较大，跌幅也不小，但是也要看房子在真实交易中的价值增损，也就是房主是否亏本出售房子。报告指出，9月份 5.9% 的房子售价低于上次成交价，该比例相比去年同期 2.8% 明显增加，但是仍小于疫情前期的 7.9%。尽管以上的数字不容乐观，但是有的房主并不受影响。全国而言，房屋距上市交易的价值增值比例的中位数为 67%， 某些城市增值更多，包括水牛城、圣荷西以及圣地亚哥，这些城市房子的价值成倍增长。在纽约，整体的房价目前并没有下降，反而在2025年仍然在上涨。部分的区域有轻微的调整。纽约的房价最新的趋势，2025年整体的情况，纽约市的房价在2025年仍然保持上涨的趋势。根据数据显示，纽约市的平均房价为799871美元，同比上涨 3.1%， 分区表现为曼哈顿、布鲁克林、史丹顿岛，房价同比和环比都有增长。布朗克斯和皇后区出现小幅环比下降，但是整体仍高于去年。布朗克斯负 0.6%， 皇后区负 1.7%。纽约作为全球金融与文化中心，住房需求长期旺盛，还有就是土地的稀缺，开发的受限，导致房源的紧张。屋主们看到他们的房屋在价值下降会恐慌，但是相对很少的房屋亏本出售。房子在过去6年大幅增长，大多数的屋主仍然有很多的资产净值，房市趋于正常而非崩盘。今年10月份，纽约曼哈顿共签署了962份公寓销售合同，是自2021年以来10月份的最高纪录。随着美联储的降息，房地产的交易已经有了复苏的迹象。2025年第3季度的最新报告，纽约的楼市哪个楼盘销售最火爆，能
哪里能捡漏呢？销售最火爆的5个楼盘，位于华尔街金融区的楼盘，本季度销售44套，平均每尺的价格$1900，作为投资者或者自住都是非常划算的。位于威廉斯堡和曼哈顿隔河相望，本季度销售28套，平均每尺$2000。位于长岛市的楼盘，本季度销售26套，平均每尺$1750。位于曼哈顿这个楼盘，本季度销售18套，平均每尺$2700。此楼盘为期望，已几乎售罄。位于曼哈顿中城东的著名华尔道夫酒店公寓，本季度销售14套，平均每尺$3300。作为顶级酒店公寓，这个价格已经非常实惠了。不少投资人想了解有没有位置好并且单价也便宜的楼盘。按照每平方英尺单价排序，最便宜的楼盘平均单价都在$1700每尺左右，其中133W22最适合纽约大学的学生，上西区的和也是极具投资价值，而位于华尔街最核心的位置也是非常不错的。最具有性价比的4个楼盘位于切尔西，去纽约大学非常的方便。曼哈顿上西区，还有位于曼哈顿上西区的79街和百老汇大街的交界处。位于华尔街金融区的核心华尔街1号，作为投资或者自住都是非常划算的。在我们的客户群体当中，预算是$100万左右的客户不少，而且实际经验也告诉我们，在$100万左右的房子也是最抢手的。那么大家也会问我们同样的一个问题，$100万可以在纽约买到什么样的房产呢？其实在纽约$100万的选择不是很多，尤其是好区域的好房子。首先，在曼哈顿$100万能买到的是 condo， 就是我们说的产权的公寓。是什么样子的呢？一般来说可以买到即国内所说的开间或者是一居室的公寓。一套一室一卫的公寓面积大概637平方英尺。公寓位于上西区一处经过现代精心改造的上西区站前地标建筑，由知名的建筑师兼设计师托马斯·尤尔汉森重新操刀设计，大概在$101.5万。在曼哈顿的公寓地处切尔西核心地带，超大的卧室可以放置特大床，起居空间宽敞充裕，无论是居住、办公还是娱乐，都能带来舒适惬意的体验。这套公寓售价$99.9万。切尔西中心完全满足你对理想居所的所有期待。步行便即可抵达肉类加工区、高线公园和西村，周边的交通网络四通八达，餐厅、商铺及夜生活的场所星罗棋布，应有尽有。归家之后，您将享受全服务式的公寓楼带来的便利与安心，24小时门卫值守，自行车存放区、驻场物业经理以及一座超大型的绿植环绕的日光露台。除了曼哈顿，我们还可以参考一下布鲁克林的房子。布鲁克林有几个比较好的区域，我们还可以看一下皇后区的长岛市，这里是年轻人比较多的地方。独立屋$100万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但是在纽约其实不算是太高的预算。那么有可能买到独立屋吗？还是带学区的？其实还是真有可能的。独立屋位于长岛的大井，这里的顶级公立好学区，有长岛的火车路线，火车快线进城仅需20分钟。
这套房子建于1955年，3卧室，1.5个卫生间，室内1532平方英尺，要价99.8万美元。100万美元如果在纽约市买公寓，基本上是一居室的配置。同样100万想买独立 house， 那么就可以看看长岛吧，有全美国最好的学区之一。但是追求好学区的话，100万左右的房子会比较老，并且房子也会比较小。所以怎么选择还是在于您的需求，是自住、投资还是为了孩子上学，考虑自己的实际需求是最重要的。纽约这个世界上最负盛名的超级都市，是全世界的首都，全球金融、政治、文化、艺术、时尚、设计等等领域的中心。每一天这里都有怀揣梦想从世界各地各个角落来到纽约工作或者学习的新移民和留学生。曼哈顿则被形容为整个美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是纽约市中心商务区所在地，世界上摩天大楼最集中的地区，汇集了世界500强中绝大部分公司的总部，也是联合国总部的所在地。曼哈顿作为全美最稳定和被认同的市场，也被评为全球第一和独一无二的房地产市场，因此曼哈顿一直受到诸多海外投资者的青睐。和我们一起洞察美国地产，让大家在地产投资上少走弯路。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欢迎订阅。